所以呢就打算停更了，当生活比较好的时候再重新出发。大家好，欢迎来这个频道，我是白老虎，目前是一名上班族，专注于数字营销。今天呢想和大家聊聊关于最近的生活状况。那么呢这支影片呢跟我之前分享关于理财的有一点不一样，属于呢比较闲聊的方式。我呢大概呢是从去年的12月开始呢就没有再更新我的频道。第一呢，在这个影片呢我会跟大家分享我停更的原因。第二呢，我会跟大家分享在这段时间我的感触和学习到的东西。那么呢，我停更的原因呢，最主要就是因为前一阵子我在适应新的工作，我从一个做传统电器数字营销的 Junior， 换去了做一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边跑的 Senior， 工作量呢也翻了好几倍，也时常呢会去新加坡出差。在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很累很忙，要学习新领域的东西，也要适应职场上的种种挑战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呢，我平均每一个月都会生病一次。所以呢，在那时候呢，我就打算把我的正职做好了，才继续的去经营我的 YouTube。然后呢，在去年的12月嘞，我也实现了筹备了3年之久的欧洲之旅。见了见在英国的大学朋友们，也在德国呢度过了一个很难忘的圣诞节。那么呢，接下来我就和大家分享我在这段时间里所学习到的东西和体悟。第一呢，我真的是明白到休息呢真的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。那么呢，我经营 YouTube 的初衷呢是想要分享生活，也希望借此学习和认识更多的东西。但一开始当我决定要停更的时候我有不断的怀疑自己的决定。我也发现自己是一个不能无所事事的人，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去看书啊，去运动啊，或者是做一些我觉得 productive 的东西。而呢，我也觉得无所事事的话，好像把时间都浪费掉了。怀疑自己这么难坚持更新了一段时间，真的是要停更吗？真的不会觉得很可惜吗？可是现在我回头一想，那段时间因为我在适应这新工作，身心都是很疲倦的。假如我一直这样逼着自己做更多的东西也对我自己健康很不好。就算赚多钱也没有用啊。我们在广东话里面这个叫做有錢冇命享。所以呢，就打算停更了，当生活比较好的时候再重新出发。那么呢，第二个呢，就是呢，每个人想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。那么呢，因为我的新工作有接触到新加坡，也时常两边跑。那么呢，我自己看到马币一直创新低，然后新币越来越值钱，我也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应该抓紧这个机会去新加坡赚3倍钱呢？但是呢，我自问，我可以适应新加坡紧凑的生活节奏吗？那么呢，就算我赚3倍，我的开销也是3倍，而且新加坡的房租是一直创新高的。那么呢，这个是真的是我想要的生活吗？但我自己可能因为在外国上过大学的时候体验过了离乡背景的生活，远离家人，远离朋友和远离熟悉的人事物，真的让我觉得很不幸福，也让我觉得很不开心。所以就体悟到了，其实每个人想要的东西就真的是不一样，没有一定的对，也没有一定的错。那么呢，第三就是时间真的是不等人。那么呢，我这个筹备了3年的欧洲之旅其实是想要在疫情爆发之前，然后我就想要去了的。可是呢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这次的旅行就一拖再拖。这次我回去发现，我的大学朋友们其实都已经迈入了人生的下一个阶段，就都开始准备买房子呀，要结婚了，有些就生孩子。连那个大学很照顾我的安迪呢，也都真的开始老了，眼睛和行动力都没有之前那么好。所以这次我回去探望他们虽然我花了一笔钱，可是我觉得真的很充实，也很感谢上帝给我这个机会，给了我去不同的世界的角落，去观察不同的东西，也认识不同的人事物。那么呢，在那里呢，我也彻彻底底的做了废柴3个礼拜。回到来马来西亚确实我觉得充满了电。那么呢，以下就是我最近生活上的感触和分享。
有别于之前比较注重于理财的 video， 这些领悟我都是觉得学校没有教过我们，而且这些经历都是要你去撞过墙壁，或者是你在生活中有不同的领悟才会学习到的。那么呢，我也希望可以分享这些建议给你们，也希望这些建议对你们有用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，拜。